上次我们找了那个柜子啊，现在这两个柜子也挺大的，但左右两边好像那个角长得不太一样。碰巧我们又在eBay上找到了这个柜子啊，看着不错哎，这个角和那个角风格是一致的，说不定又是同一个厂家做的。既然两个只要20欧，那就去找一下呗。2000 years later。哎，起床嘞？还没有醒啊，喝个咖啡吧。出发喽！我们去拿柜子。好了，拿好了。这里一个，第二个。到家之后，把柜子里里外外打扫干净，然后放在了电视机柜的左右。哇，现在他们的腿的确是很像呢。诶，可是有好大的色差。色差怎么解决呢？当然是去包 Market 解决呀。买了和餐桌纹理非常相似的自捏膜。先从柜子和抽屉的门开始，门板卸下来以后，拆掉把手，展开木纹自捏膜，把板放在背面的网格之中，在每条边多出来3到4格的位置，沿着网格画线，然后裁剪。贴膜从一头开始，先捏住一个窄的侧边，翻过来之后大概还有2厘米的余量，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要留3到4格。接下来用一个平板，比如卡片，把膜从一头一点点推向另一头，折角的地方用剪刀或美工刀裁剪掉一些余料，避免它们重叠在一起，膜的厚度就比较统一，更加美观。贴好了膜以后，再把把手装回原位，然后把门板装回到柜子上。这期间我们顺便淘了几把椅子。同样的办法，把2个大柜子的门板和抽屉板都卸下来，捏好膜，再装了回去。其实对我来说，改造已经算是完成了，很满意了。但是强迫症不能忍，它一定要把上表面和侧表面全部都贴上。好吧，那你就自己玩吧。贴膜的时候最好让平面水平，如果是柜子的侧面的话，最好让柜子倾倒90度。贴的表面如果有一些很细节的部分，可以用电吹风把膜吹软，这样更容易塑形。比如我们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台阶，更柔软的膜就可以让这种细节显得更清晰。如果在贴膜的过程中产生了气泡，可以用绣花针、缝衣针把气泡扎破，然后推平。有些边边角角的余料用美工刀把它剔掉，这样就会显得非常精致。现在小柜子的上上下下都贴好新的膜啦。我又以为已经完成了，可是强迫症一定要给大的柜子也贴上，所以这些抽屉和门又被拆掉啦。2个柜子原本已经用螺丝钉在了一起，现在把它们拆开，分别贴上膜。这次把它们竖向叠加，然后在中间用螺丝固定，这样它们中间的缝隙就会变得最小。终于快要完成了，整理视频资料的时候，发现植物都长大了好多。电视机放回去喽！哇，不错。为什么要拿尺子？为什么要拿尺子量？强迫症一定要用尺子确定电视机在电视机柜的中心位置，左量一遍，右量一遍，右量一遍，左量一遍，已经量了第4次了，可以了吗？哦，终于满意的走开了。客厅的装修终于完成了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进去之后，就是我们捣鼓了好多次的电视机墙，现在就是一个植物园电影院呐。新拿的椅子和桌子非常匹配，
现在楼梯下面没有杂物啦，我们把2个小柜子放在了这里，放了一盆妖艳的不喜爱阳光的植物。楼梯下面有一些平时要用的小物件，穿过楼梯就可以拿到，很方便的哦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，喜欢的朋友欢迎订阅、分享、点赞哦。